小子，你爺爺欠峰哥的钱1分都不能少，你是唯一的继承人，这債你躲不掉。天啊，可算走了，这是今天第6波要债的。爷爷啊，你这是坑孙子啊！你得失忆症之后，怎么网购买了那么多东西？花吧借吧，大白甜就算了，你还借高利貸，活活欠了280万啊！你是走了，可我怎么办啊，爷爷？检测到产权所有人变更，开始更换产权人信息，万界杂货铺重新营业。啊，什么声音？什么万谢杂貨鋪？這破門怎麼自己開了？要是讓討債的進來，我就完蛋了。掌櫃，掌櫃，你這有藥嗎？他是買東西的。咦，怎麼是個年輕人？我記得掌櫃的是白髮老人啊。大半夜的，他從哪兒冒出來的？穿成這樣，難道是景區 NPC 剛下班嗎？哥們兒，你找誰啊？掌櫃的在嗎？掌櫃的，你們景區都這麼叫是吧？我就是這超市的老闆。你剛才說買什麼？藥，我要買藥。我閨女突然頭疼的厲害，好多大夫都治不了。你閨女什麼症狀啊？昨天感染了風寒，之後就一直說頭疼。那不就是發燒引起的偏頭痛嗎？怎麼可能治不了呢？這是什麼？能治病嗎？這景區 NPC 入戲太深出不來了，感冒靈和止痛藥，問我能不能治病，真把自己當古代人了。白色瓶子的吃2顆，溫水吞服，頭就不疼了。棕色瓶子的是顆粒，用開水沖，喝了感冒就好。謝謝神醫，謝謝神醫啊！這些一共多少錢？你看着給點就行，沒有就先回去救閨女，就當送你的了。那怎麼行呢？醫保都能報的東西，能值幾個錢啊？神醫，我出來得急，沒帶多少銀子。夠了，這些夠了。啊！怎麼回事？我不會是遇見鬼了吧？萬界雜貨鋪重新開張第1單完成，恭喜新老闆。到底誰在說話？什麼萬界雜貨鋪？這是真的假的啊？明天找地方鑑定。要是真的，那可就值錢了。聚寶齋，就這兒吧。你好，有什麼事嗎？你們這兒收銀子嗎？收啊，你要賣銀嗎？怎麼感覺你在罵我呢？不是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先讓我看看東西吧。你看看，這個你能出多少錢？哇，你這銀靛做工真好。純度也高，我稱下重給你算錢，1012克，我給你算4萬5，怎麼樣？4萬5，這麼值錢嗎？可以，打錢吧。這種銀靛你還有嗎？有是有，但是暫時不打算賣。沒關係，之後想賣可以來找我，我叫林薇薇。好，我是李鳳笑。要是昨晚的人還來，那我說不定還能弄到其他的好東西。不過得先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。真奇怪，怎麼今天晚上沒反應了？難道是還有別的觸發條件？難道是時間不對？對啊，昨晚12點左右關的門，然後那個男人就出現了。還有10分鐘，再等等。萬界雜貨鋪開門營業。果然，必須12點以後才能觸發這個。奇怪，和昨晚的不是一個人啊！看來不是只能接待一個客人。你是這裡的掌櫃的嗎？是我，請問你有什麼需要嗎？我聽說你這裡什麼都有。也說不上什麼都有，你想要什麼？你這裡有那種別人沒見過、非常好看的東西嗎？好看的東西還得沒見過，難辦啊。哎，我好像有面鏡子來着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給你拿。這是什麼？居然能把人照得如此清晰。這個是真品琉璃鏡，外面可少見得很啊。
少見嗎？我要的就是少见，我要了。我今天就带了这么多，能改天再付吗？如果没带钱的话，可以用别的东西交换的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太可以了。这个手镯应该也值不少钱。神医啊，昨天真是多亏了您，我闺女吃了药立马就好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啊？神医啊，我想问问您，您是什么病都能治吗？你得先告诉我病人的症状，我才能给你开药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在那方面有点问题。得，我大概懂了，你等着。每次准备同房之前1刻钟，把这个吞服下去就好了。真是神医啊！不过还有没有更多了？我那个朋友他，你先回去试试效果，效果好了再继续买，怎么样？对，我听神医的，不过不是我，是我的朋友。神医，您看这些够吗？够了。不过下次你可以拿点别的东西来换，像什么瓷瓶啊、酒醉啊，我都换。原来神医喜欢这些，没问题，我下次来给您带上。太棒了，一锭银子4万5，四锭就是18万，再加这个镯子，应该不久就能还清欠款了。不仅如此，要是多弄点好东西回来，我说不定还能发财呢。林老板，我这儿有个镯子，你要不要看看？镯子？什么样的镯子？贵妃镯，看着像是冰种飘绿的，这是好東西啊。怎麼樣，收嗎？你等等，我得問問我爺爺。爺爺，有人拿來了個貴妃鐲，我看着像冰種的，您來看看吧。冰種，好，我馬上就到。你稍等一下吧，我爺爺馬上就來。好。微微啊，鐲子在哪兒呢？哎呀，好東西啊，這做工精細，而且翡翠料好，好東西啊。爺爺，這是李鳳笑，就是他想出這個鐲子。小兄弟，你好啊，這鐲子可是極品，你真的願意出手？沒辦法，家裡出了點狀況，我得賣點東西還債啊。小兄弟就這麼把底牌亮出來，可不太好啊！你就不怕老夫趁機壓價？我既然來這兒，肯定是相信聚寶齋的口碑。您只管出價，這鐲子我今天就沒想着拿回去。好，既然小兄弟爽快，那老夫也直說了，你這貴妃鐲做工精良，老夫出30萬。不過你要是放拍賣會上，說不定能拍到50萬。50萬，這麼多。不過我沒路子，還是直接賣給他吧，省得麻煩。那就30萬。小兄弟不猶豫一下嗎？拍賣會什麼的是需要人脈資源的，能轉手賣多少是你們的本事，我掙我自己這份就好。好，30萬，老夫收了。微微，給小兄弟打錢。把你銀行卡發我吧，我給你打錢。好了，等下你查一下。好，我收到了，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。確實是好東西啊，有陣子沒見過這樣的翡翠了。這個小兄弟家裡不一般。爺爺，我感覺他是出來變賣祖產的。哦，你怎麼看出來的？看着和我差不多大，榮城也沒聽說過他這個人，所以應該不是大家族的。那也不一定是在變賣祖產啊。上次他才來賣過一個銀錠，這次又賣這個鐲子，不是變賣祖產是什麼？你是說他就是上次買那個銀錠的？哎呀，微微啊，你怎麼不早說呢？爺爺，那個銀錠怎麼了嗎？你給我之後，我好好研究了這個銀錠，那個做工不像是現代製品。爺爺，你的意思是那個銀錠是古代的嗎？沒錯，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民間貨，很有可能是官銀。那豈不是說這個銀錠已經算是古董了？是啊，你上次4萬5收來，算是佔了人家大便宜了。
不行，咱們林家沒有佔別人便宜的習慣。我去找他，把錢補給他。算了，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？既然人家來第一次、第二次，那就肯定還會再來。下次跟他說清楚就好。你就是李云龙的孙子？我是李凤孝，你们是谁？老子就是王天风，你爺爺欠我的錢，現在利滾利至少80萬，還錢。我會還你們的，不過我現在沒那麼多錢。好說，分期也可以，不過每個月的利息是5%。5%？你們這是高利貸？這就要問你爺爺了。我們之前就說了利息，你爺爺還是要借。我這可是有錄音的，當時我可是一再強調，我這利息高是你爺爺非要借，我沒理由不借給他。好，我還。你的銀行卡給我。你有錢？沒那麼多，先還你一部分。30萬，好啊，李小爺痛快。剩下的我會想辦法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做一些出格的事。李小爺可以放心，上次是我手下的兄弟們冒犯了，我給你道歉，只要你按時把錢還清就好。爺爺啊爺爺，你說你為什麼要借那麼多錢呢？要不是這間雜貨鋪，你孫子可就去找你了。時間差不多了，關門，營業。今天會是誰來呢？怎麼回事？難道今天沒人來了？算了，沒人就沒人吧，睡覺。李建國在嗎？有你的快遞。這位看着像是現代人啊。快遞？哪有快遞員半夜還上門的？不對勁。你是李建國嗎？李建國是我爺爺，已經去世了。那這個快遞就你收吧。什麼快遞會只寫一個簽收人的名字啊？別的信息怎麼什麼都沒有？果然，這個人也不是普通的快遞員。既然這樣，那這個快遞會是從哪兒寄來的呢？爺爺，你買個魔方有什麼用啊？你會玩嗎？這是什麼？魔方的說明書？我看看，空間魔方使用說明。將魔方復原後，可以打開一個20立方米的空間，可以隨身攜帶。這個東西好像不簡單啊，我試試。難道這個數字就是魔方的空間大小？果然，這個就像是隨身空間一樣。這下以後我的東西就有地方放了，看來只要復原一次就可以隨便使用了，還真是方便。等等，剛剛的快遞單我好像在哪兒見過。爺爺之前有幾個快遞和這個魔方是一樣的，也就是說，裡面說不定是什麼好東西。就這個了，這麼大，裡面肯定有好東西。嗯，奇怪，怎麼打不開？剪刀都划不動，難道是太大了？換個小的試一下。難道一天只能拆一個快遞？行吧，改天再試，先去睡覺。明天得去把剩下的銀盾也賣了。李先生，之前那個銀锭我價格給錯了。好嘛，怪不得4萬5呢。行吧，少點就少點吧。那我退給你。
不是，是我給少了。少了？没錯，你应該不了解吧？那個銀錠是古代的官銀，現在存量很少。官银？乖乖，看來那個男人不一般啊。這個官銀和普通的元寶有什麼區別嗎？古代的官银很少會外流，就算到了普通人手上，也會先換成碎銀，所以存量特別少。你這個來路不一般吧？不行，千萬不能暴露萬界雜貨鋪的事，得想個理由糊弄過去。這個是我家祖傳了很久的，我也不清楚到底有什麼好，只不過最近家裡出了點事，不然我也不會賣這些東西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是在变賣祖產。上次那個貴妃鐲也是祖傳的吧？還真是瞞不過林老板。對，那個是我爺爺準備留着等我結婚給我媳婦兒的，不過現在也用不着了。林老板，這些你還收嗎？收，還是老規矩，先称個重。果然，這些官银的重量都是統一的，看來你家祖上挺有錢啊。再有錢到我這一代還不是沒落了。不說這些，林老板，你看出多少啊？之前我是按银饰給你算的，但是這個已經算是古董，我一個算你8萬，你看怎麼樣？沒問題，沒問題，按林老板說的來。哎呀，你別老林老板的了，叫我微微吧。沒問題，微微。算上上次那個的差價，一共35.5萬，你看看。我這邊收到了。那沒什麼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下。還有什麼事嗎？下周有個拍賣會，你的那個鐲子也要拍賣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拍賣會嗎？去看看也好，順便也看看能不能再賣2件東西。好啊。時間是下周2的晚上，你來這兒，然後我帶你去吧。沒問題。到時候我能拿一些東西去拍賣嗎？可以啊，我幫你把東西掛到我們聚寶齋的單子上。好，要是能賣個好價錢，咱倆28分。不用了，你要是能拿來好東西，放我們單子上也算是給我們漲名气了。那一言為定。王天風那邊還有50萬，算上這2次掙的，再有10萬就能還清了。看看這2天能不能找點好東西，到時候拍賣會上賣個好價錢，就能把貸款還清了。萬界雜貨鋪開門營業。你就是這兒的掌櫃嗎？是我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嗎？我是太子府上的門客王忠，聽說你這裡有治病的神藥。神藥不至於，你看你需要什麼樣的藥，或者病人是什麼情況？我家太子最近胃疼得厲害，什麼東西都吃不下，太醫開的養胃方子幾乎沒有效果。聽張尚書說，在你這兒連那方面的病都能治好，所以想問問神醫有沒有什麼辦法能治我家太子。太子他平常吃飯有什麼習慣呢？太子最近喜歡吃辛辣的東西，而且吃的很多，看來是得了胃炎了。小問题，这個藍色盒子的給太子充腹，能治療胃病。這個白色瓶子的溫水吞服就好，1天3次。真是神醫啊！若是太子痊癒，王某必有重謝。那倒不至於，算不上什麼大事。神醫果然高風亮節。聽張尚書說，神醫喜歡文玩，我這有一個鎏金嵌玉杯送與神醫。那我就謝謝先生了。這可是好東西啊，雖然我不太懂古董，但是看着又金又玉的，就知道不便宜。太子殿下，臣找到能治殿下病的藥了。可是找到那位神医了。正是殿下，那神医好生奇怪，所在的鋪子從外面根本就看不見，臣跑了好多街道才找到招牌，可出來後鋪子又不見了。竟有此等神仙手段！殿下，先吃药吧，等您痊愈了，臣和您一同再去拜訪。好，好，先吃药。
姑好像没事了，不疼了。殿下真的不疼了吗？是啊，而且姑现在感觉好饿，想吃饭。殿下，臣已经吩咐廚房做飯了。想不到神医手段如此高深，改日姑一定要亲自登门拜訪。看来今天是不会有第二个客人了。正好看看爷爷的快递还有没有好东西。鱼竿？不对，应该没那么简单。果然，这個魚竿也有說明書。空軍的魚竿不需要饵料，除了魚，什麼都能釣上來。不是，這算是什麼東西啊？不能釣魚的魚竿，這不純廢物嗎？算了，留着吧，以後指不定有什麼用的。爸，這小子不簡單啊，這種樣式的官銀少見，他居然能拿出來這麼多。聽微微說，他好像還不知道這官銀的價值。怎麼，你還想上門去收購他的官銀？爸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既然有這些官銀，還有那個貴妃鐲，肯定還有別的好東西。咱要是能多收2件寶貝，那建博物館肯定就非咱林家莫屬了。先讓微微跟他接觸吧，要是他願意幫忙，那自然最好。要是人家不願意，那咱也沒辦法。我是擔心，要是讓顧家那幫家伙知道李鳳孝手裡有這麼多寶貝，肯定不會像咱一樣講規矩。神醫，真是神醫啊！我朋友說了，那個藥好用得很，想問問神醫還有嗎？不急，先坐。先生的身份不簡單啊，果然還是被神醫看出來了嗎？不錯，我正是當朝兵部尚書張昭。原來是張尚書，那太子也是你介紹過來的？正是，我和那王忠是朋友，之前聽他說太子殿下身患怪病，所以就介紹了神醫，還望神醫莫怪。給我介紹客戶也是好事，不怪你。不過以後別老神醫神醫的叫了，我當不起。那我該怎麼稱呼呢？以後還是直接叫老闆或者掌櫃吧。明白，掌櫃的。那上次那種藥暫時只有這麼多了，你要是還想要，那我得去補貨。真是多謝掌櫃的了。上次掌櫃的說喜歡那些收藏品，我給掌櫃的帶了一件。掌櫃的，這個佛像是鎏金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入掌櫃的眼啊？沒問題，這個我留着了，之後會幫你補貨的，過2天來取就好了。多謝掌櫃的，那我就不打擾了。這可太值錢了，明天的拍賣會可不能出岔子。林老爺子也在啊，正好，我這兒有2樣東西，等下想參與拍賣，老爺子幫我長長眼。這是古代皇室用的嵌玉杯，這可是十足的好東西，看這品相，至少價值60萬。這個佛像也了不起啊，開臉完整，做工精巧。現在這種小佛像，在拍賣會上沒準能賣上百萬呢。100萬？老爺子，你說真的嗎？老夫不會騙人，這種小巧還開臉完整的佛像很少見。現在大多是銅製的，可這個是鎏金的，收藏意義巨大呀。爺爺，這麼說的話，這個佛像豈不是可以壓軸出場了？不錯，咱們聚寶宅這次可真是沾了鳳孝的光啊！這種東西很少流通，這下咱們聚寶宅的名氣又要大了。好啊，鳳孝，等拍賣會結束了，我請你吃飯。不，這次是多虧了聚寶宅，我才有參加拍賣會的機會，應該我請你吃飯才是。好了，吃飯什麼的，咱們回來了再說，先過去吧，要不就晚了。微微，你去帶鳳孝登記拍品，老夫在這邊等你們。林小姐，來後台有什麼事兒嗎？我們聚寶齋想再追加2件拍品。哎呀，林小姐，這有點不方便，我們這單子早就列好了。現在要加可不好弄啊！你不先看看我們的拍品嗎？萬一這東西很珍貴呢？你誰呀？空口白牙就說自己的東西珍貴，哼！能在我們拍賣會拍賣的哪個不珍貴？嘿嘿，二位，
我這助理說話比較難聽，不过道理確實是這麼個道理。雖然二位可能有珍貴的拍品，但是也不能隨便打亂順序，不是？不用打亂，把我們這2件放在最後就好。哼，還最後？最後的拍品可是壓軸的，你憑什麼？你誰啊？別是凌小姐的姘頭吧？你再敢亂說話，我撕爛你的嘴！凌小姐，真不是我不愿意幫忙，關鍵是我也得為整場拍賣會考慮。希望你能理解。王老板，要不你先看看東西再說呢？如果你看不上眼，我們立马就走，絕不打擾。那就看在凌老爺子的面子上，給你看一眼。切，看你拿出什麼東西來。還以為你能拿出什麼好東西呢。你閉嘴！確實是好東西，這種皇室用品可都是有價無市的。怎麼樣啊，王老板？我這杯子能入你的眼嗎？兄弟，這說的是哪兒的話呀？這可是十足的寶貝，放在我這拍賣會上，可真是蓬蓽生輝呀！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別急啊，王老板，微微剛才說的可是2件拍品。難道說兄弟你還有一個？這才是極品啊！兄弟，啥也不說了，你這2個必須壓軸。本來按照我們拍賣會的規矩是要收1%的手續費的，但是你這2個，我做主給你免了，咱交個朋友。王老板，朋友要交，但是生意也要做，一碼歸一碼，不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我王胖子交你這個朋友了，你跟凌小姐先去前面歇着，我肯定把這些給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各位，歡迎來到我們拍賣會。今天的拍賣會多了2件少有的珍寶，大家隨意競價，價高者得。下一件拍品是来自凌家聚寶齋的貴妃鐲。不愧是聚寶齋，居然有這種成色的貴妃鐲。70萬。天哪，70萬，不至於吧？這個貴妃鐲成色是好，60萬左右也就頂天了。70萬真是家大業大呀！你們聚寶齋挺不錯呀，能搞到這麼一件寶貝。不過和我們藏經阁比起來，還是差點意思。顧飛，你少來囂張，有本事就拿出一件比我這個強的看看啊！哼，等下你就知道了，我們藏真阁可不是你聚寶齋能碰瓷的。他是誰啊？怎么感覺和你很不對付？他是顧家的顧飛，顧家和我凌家一樣，都是做古玩生意的。我們2家現在在爭榮城博物館的建設，所以他處處想針對我聚寶齋。沒關係，今天不是還有我的那2個寶貝在呢。下一件拍品是來自藏真閣的3足秦爐，這個秦爐獸首完好，表象精緻，起拍價50萬。這可真是極品啊！往常帶有瑕疵的秦爐都難得一見。誰說不是嗎？林微微，看到了吧？我們藏真閣可比你聚寶齋強多了，一個貴妃鐲就把你能上天了。我這完好的3足秦爐你見過嗎？你囂張什麼？這3足秦爐確實比貴妃鐲少見多了。是啊，這種成色的3足秦爐，重要的不是價錢，是收藏意義。我出70萬，家父最喜歡這類東西，希望各位給我個面子。你有什麼面子？這種好東西誰不喜歡？我出80萬。看來這次拍賣會是顧家的藏真閣更勝一籌啊！貴妃鐲雖然珍貴，但是終究只是首飾，和3足秦爐沒法比。我出100萬。還有人出更高價嗎？100萬1次，100萬2次，100萬3次，成交。林微微，看到了吧？我這才是真正的藏品，你拿什麼和我爭？看來這次的榮城博物館是要交給顧家了。是啊，這顧家比凌家檔次高太多了。顧小姐，現在就下定論是不是有點太早了？拍賣會可還沒結束。這個男的是誰呀？不知道，看他跟在林微微身邊，說不定是凌家找的外援吧。你是誰？我是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拍賣會還沒結束，顧小姐高興得太早。
這是哪來的愣頭青？顧家的三足秦壶何等價值？就是啊，這家伙难道不懂拍卖会規则？凌家從哪儿找來的人？你听到了吧？都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三足秦炉的价值。林薇薇，这是你新招的员工，还是说这是你的未婚夫啊？顾飞，你够了！顾小姐，如果等下还有別的更有價值的拍品，顧小姐怎麼辦呢？如果林家還能拿出更有價值的拍品，就算我輸，我給林薇薇道歉。好，一言為定。你可聽清楚了，得是林家的拍品，其他人的可不能算。看來氣氛差不多了。各位，有請我們今天的下一件拍品，來自聚寶齋的鎏金嵌玉杯。什麼？我沒聽錯吧？主持人剛剛說鎏金嵌玉杯，我也聽見了。主持人，這是真的嗎？各位請看。天啊，真的是鎏金嵌玉杯！你看那個經文，還有獸首，太精緻了。那都不重要，你們看嵌玉的部分，滿綠，是滿綠啊！怎麼可能？林家怎麼可能拿出這種級別的藏品？怎麼樣啊，顧飛？我這鎏金嵌玉杯不比你那三足秦爐差吧？80萬，我出80萬，我出100萬，120萬。真是財大氣粗啊！今天的2件寶貝都要被他收入囊中了。還有更高的嗎？120萬1次，120萬2次，120萬3次，成交！恭喜這位先生，連續拍到2件極品珍藏。林薇薇，你別得意，你這嵌玉杯不過和我秦爐價值相當，你沒贏，我也沒輸。哼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半場就開香檳。你什麼意思？各位，準備好迎接今天的壓軸藏品了嗎？還有，究竟是什麼人，能拿出比這2個價值還高的東西？乖乖，咱今天算是來着了，真是神仙打架呀！各位，這是今天的壓軸藏品，各位請看，佛像，是佛像，還是鎏金的！天哪，這種東西我只見過銅的，鎏金的還是第一次見。關鍵是你看佛像的開面，好完整啊！怎麼可能？開面完整的鎏金佛像，這種東西存世不多，怎麼會有人捨得拍賣？各位，這是今天的壓軸藏品，請各位隨意競價。主持人，這是誰放在這兒的啊？這個佛像來自聚寶齋。不可能，林家不可能拿出這種東西，他們從哪兒找來的？怎麼樣，顧小姐，現在服了嗎？林薇薇，這次是我輸了，對不起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150萬，我出150萬。瘋了吧？就算這個佛像再珍貴，也不值150萬啊！你懂什麼？這個佛像的寶貴之處在於罕見程度。恭喜這位先生得到今天的壓軸藏品。那麼今天的拍賣會就到此結束了。去查一下，看看林家是從哪兒得到這2件藏品的。是。林薇薇，別得意，下次我不會輸給你的。榮城博物館一定是我們顧家的，走着瞧。放狠話誰不會啊？你先找到更有價值的東西再說吧。你，鳳笑兄弟，哎呀呀，這次可真是托了兄弟的福啊！剛才不少人打聽什麼時候再辦這樣的拍賣會，我王某人也火了一把呀。今天這2件東西一共賣了270萬，扣除手續費是267萬3千，我把錢打給你。今天也是多虧了王老闆這場拍賣會，不然我的東西也賣不出這價。零頭就不用了，算我請王老闆喝酒。兄弟大氣，既然這樣，那王某也不矯情。以後兄弟要是有什麼事兒用得上王某，儘管開口。一定一定。今天我們就不打擾了，王老闆，回見。今天還真是看了一出好戲呀！鳳笑的東西一出場，其他藏品都失了光。今天真是多虧你了，我們聚寶齋狠狠壓了藏真閣一頭。沒什麼，本來我也是借着聚寶齋才能參加拍賣會，咱們互幫互助。查出來了嗎？林家那2件東西是哪兒來的？查到了，就是今天跟着林薇薇的那個男人，叫李鳳笑，剛畢業的大學生。既然是沒背景的大學生，那他哪兒來的這些東西？
偷的？不像，我查到他爷爷刚去世，家里还背了好多债，东西应該是祖傳的。既然這樣，那咱們去把他的東西收購了，怎麼樣？可以。看他今天拿出來的東西，要是還有，質量肯定不會差。要是咱們能拿到那些，榮城博物館就非咱們顧家莫屬了。爸，那我去找他交涉一下。去吧，記住了，一定要拿下他的東西。現在已經有307萬了，還差23萬就能還清外債，到時候就可以籌備一下繼續賺錢的法子了。不過不能繼續這樣了，今天這件事我應該已經被不少人盯上了，得想想辦法。得，人家找上門來了，原來是顧小姐，請進。李先生，這房子真气派啊！顧小姐過獎了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李先生，之前在拍賣會上是我唐突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哦，不用，我沒放在心上。李先生真是大度，今天來找李先生是想談談合作的事。合作？什麼合作？顧小姐想怎麼合作？我顧家和林家一樣，都是做古董生意的。李先生的東西，我顧家也能收，價格可以更高。我確實還有幾樣東西要賣，但不是現在。李先生是有什麼顧慮嗎？還是擔心我顧家出不起價？我這些古玩都是爺爺留下來的，我雖然不清楚價值，但也要好好考慮，到底要不要賣，以及賣哪些，都得想想。李先生說的有道理，不過希望李先生考慮一下我顧家，我的出價絕不會比林薇薇低。顧小姐放心，我會認真考慮的。果然必須想辦法找到自己的出貨渠道，不然很容易被盯上。不過具體該怎麼操作呢？算了，還是先把債還清，然後先停一陣子，等找到合適的方法再說吧。也不知道今天會是誰來。先生，這位是太子殿下，您的藥治好了殿下的頑疾，殿下今天是特意來感謝您的。多謝先生，要不是先生妙手回春，姑現在還躺在床上下不了床呢。殿下過獎了，殿下身體沒什麼大問題，就算不用我的藥，休養10天半個月，自己也就恢復了。二位今天過來，是還有什麼需要嗎？姑確實有2件事想請先生幫忙。什麼事？你先說，不過我不一定能幫得上。姑知道先生有神仙手段，先生隱居在長安城內，姑本不該打擾，還望先生莫怪。看來我這雜貨鋪在他們那邊不是誰都能看見的。不錯，省得我解釋了。哎呀，神仙手段倒是不至於，也就是些小把戲。殿下有事可以直說，要是我能幫得上忙，一定盡力而為。先生，這第一件事是姑的母後，也就是皇後，想吃南方的荔枝，可荔枝摘下來最多3、4天就壞了，難以保存運輸。姑聽聞父皇打算讓兵部800里加急運，耗費大量人力物力，可這樣一定會加大驿站周邊百姓的壓力。殿下不用說了，我來幫你解決荔枝的問題。先生有辦法嗎？其實我也想不到办法。先生，這件事可不能開玩笑啊！陛下如今，還是讓姑來說吧。如今父皇過於寵溺母後，甚至荒廢朝政。要是按原先的方法運，受苦的只會是沿途百姓啊！我確實沒辦法幫你搞運輸，但是我可以給你荔枝啊。先生，您是說您有荔枝嗎？現在沒有，等我明天去生鮮超市買點就好了。生鮮超市是何物啊？怎麼說呢？就是有各種新鮮瓜果蔬菜、河鮮海鮮的地方。不知先生可以帶姑一同前往嗎？不是我小氣，主要是這地方你們去不了。明白，神仙之地，凡人怎可隨意前往啊？對，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。那這第一件事就解決了。第二件事呢？河西乾旱，糧食短缺，最近流民越來越多了，朝廷拿不出更多的賑災糧。先生可有方法解決嗎？得多少糧食才能解決？大約需要5000畝糧食。5000師，差不多就是50萬斤，這數量有點大啊。5000師數量太大了，這樣吧，我每天給你500師，連續10天，剛好5000師，怎麼樣？若是先生能解決此事，就是救了河西幾萬災民的命啊！
孤替河西百姓感謝先生救命之恩。不用不用，先起来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还是这个时间，你带人来搬粮，还有荔枝。好，就依先生的。先生，知道先生喜欢这类东西，今天特意带了一个笔槽，希望先生喜欢。乖乖，这个就是他们说的官窑吧？这不得值个几百万啊！多謝，多謝，這東西我很喜歡。先生喜歡就好，那姑到時多送來一些。就是不知道先生喜歡什麼樣式的。都行，都行，盤子碗碟啊，香爐酒器之類的都可以。沒問題，姑明天會一起送來的。那今天就不打擾先生了，告辭。明天得去找糧食供應商，還得找車隊，好麻煩啊！唉，要是有人能解決這些問題就好了。這家伙既然是當地地頭蛇，應該有路子，不如就找他幫忙。喂，誰啊？王天風，明天來一趟我這兒吧，我把剩下的錢還你。你湊夠錢了？這麼快？你放心，1分都不會少，你只管來就行。好，我明天一定到。這下應該就沒問題了。怎麼樣，李小葉？我可是自己一個人來的，夠有誠意吧？我又沒打算賴賬，你帶不帶人不都是一樣的？還得是李小爺通透。還是上次的銀行卡沒錯吧？沒錯。你看看，50萬。好，賬清。我還有件事想請你幫忙。呵呵，李小爺說吧，什麼事兒？別老小爺小爺的，我不是說過名字嗎？那，鳳嘯兄弟，什麼事兒？說吧。我想買點糧食，你認識運輸車隊嗎？你要買多少？還需要車隊？25噸。25噸這麼多，那確實需要車。不過車隊談不上，2輛10噸的，1輛5噸的就夠了。我已經算好了。那你能幫忙嗎？我也不讓你白幹，除了正常糧食和運費，我再單獨給你拿5萬，怎麼樣？幹啊！為什麼不幹？有錢不賺不是蠢嗎？好，25噸米算上運輸，大概9萬10萬，我給你15萬。今晚上10點之前把米運到我這超市，怎麼樣？沒問題。微微，就你一個啊？是啊，平常就我一個人看店。怎麼，又有什麼好東西啦？確實是有好東西，不過不是來賣的，想讓老爺子幫我看看。什麼好東西？先讓我看看。這個不會是我想的那個吧？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蛔蟲，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？你別急，我把爺爺喊來。爺爺，鳳嘯拿了個筆洗過來，我看着像是以前官窯的東西，你快來看看。官窯？你確定嗎？就是不確定才讓你來的，你快來。我馬上就到。鳳嘯，筆洗在哪兒呢？老爺子別急，這筆洗雖然有腿，但他跑不了。錯不了，錯不了，這就是以前官窯的東西。老夫以前在京城見過這樣的。鳳嘯，這個你也要賣嗎？要是賣的話，請務必賣給老夫。老爺子，這個我還沒打算賣呢。不過，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合作？合作？不知道鳳嘯想怎麼合作？昨天顧飛來找過我，想從我手裡買些東西。鳳
凤笑，你可不能卖给他，他们顧家不是什么善主。微微，我既然过来了，那就說明我沒答應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微微，你看看你像什麼話？東西是鳳笑自己的，想賣給誰是他的自由。還有，老夫教過你背後嚼人舌根嗎？真是跟你爸一個樣。爺爺，我也是着急嘛。鳳笑，你接着說。老爺子還真是家風純正，看來我的選擇是正確的。之前我聽微微提起過榮城博物館，能詳細說說嗎？這博物館是榮城官方提出來的，咱們榮城古董多，做這行的人也不少，但大體量的也就我們聚寶齋和藏真閣兩家。本來我們兩家就是競爭對手，這下誰拿到博物館建設權，誰就是榮城古董行的龍頭，所以爭得厲害。那這個博物館的建設有什麼要求嗎？因為是博物館，所以不看資產，就看哪家能拿出更有價值的藏品，畢竟是要對大眾開放展覽的。那我這筆血有資格展覽嗎？這筆血何止有資格，這種完好度，恐怕整個榮城也找不出第二件來。那如果我說我不止這一件呢？你還有？你沒開玩笑吧？鳳笑，你真的還有嗎？這可是官窯啊，極其少見的東西。我確實還有幾件。呵呵，真沒想到，我們聚寶齋和藏真閣爭了半天，結果真正的大佬在這兒。老爺子，我可算不上大佬，這都是祖上的餘蔭。我想和聚寶齋合作。我爺爺以前一直想開一家文玩店，到最後也沒開成，這些東西就一直堆在家裡。那你們家還真是暴殄天物，這些可都是極品典藏。對啊，所以我也想開一家古玩店，不過這可能需要你們聚寶齋的幫助。開個文玩店倒是沒什麼問題，也簡單，只要你選好地方，剩下的老夫都可以幫你搞定。那就多謝老爺子了。喂，你不是說合作嗎？怎麼看着像是你在白嫖我聚寶齋啊？粗俗，誰教你的這些話？我會拿幾件有價值的珍藏，幫聚寶齋拿下這次的博物館項目，如何？幫你開個古玩店本來就是舉手之勞，鳳笑啊，這次又是老夫佔了你的便宜了。老爺子這話說的就見外了。不過我確實不太懂這些文玩古董，也不知道哪些有價值，回頭我一併拿過來，老爺子自己挑如何？好啊，好啊，那就多謝鳳笑了。好了，等古玩店開起來，我再出貨就方便多了。搞定太子的糧食之後，讓他再給我找2件瓷器，幫林家爭博物館的資本也就有了。李鳳笑在屋裡嗎？東西給你運來了。哈哈哈，裝卸工我也給你找來了，往哪兒放？就放在院子裡。卸貨！我說你要這麼多糧食有什麼用啊？你要賣嗎？你還真猜對了，我就是要賣。得了得了，我也不問了，就當你是要賣的吧。明天還是這些量，還是這個點送過來，沒問題吧？還要？你確定嗎？當然，我沒在開玩笑，馬上我就給你打錢。行，交給我吧，明天這個點兒我把東西給你運來。還有一件事，人你得換。換人？為什麼？別問，你就說能不能行。好，換人，司機和裝卸工我全給你換。這麼多的米他們要怎麼運啊？總不能真的一趟一趟搬吧？對了，今天的妙妙工具還沒開呢，說不定能幫得上忙。該選哪一個呢？好糾結啊！就你了，是福不是禍。讓我看看這次是什麼好東西。撒豆成兵術，
我的天，這可真是神仙手段啊！快試試。腦子裡多了好多東西。這就是撒豆成兵嗎？撒豆成兵，太好了！這些黄芩灵石力大無窮，而且好像還能變出更多，這樣今晚搬糧就不是問題了。這些是您喜歡的小玩意兒，您看看。太棒了，这些正是我现在需要的。既然先生喜歡，就最好了。殿下需要的東西我也準備好了，殿下看那邊。殿下，不如打開看看。王忠，你快看，精米，是精米啊！真的是精米。先生，孤替河西上萬載民，叩謝先生大恩。殿下，河西的百姓能有你這樣的太子，也是他們的福气。孤這就找人搬運這些米。王忠，不用這麼麻煩，我來吧。仙術，這是仙術啊！殿下，外面你安排人了嗎？孤的侍衛都在外面等着呢。先生放心。既然這樣，那就等他们搬完吧，我去給你拿荔枝。這些荔枝居然還是冰的，先生真是神人啊！父皇，儿臣找來荔枝了，新鮮的荔枝。真的是荔枝，還是冰的。皇兒，你怎麼做到的？兒臣遇到了一個神仙，是他把荔枝給了兒臣。什麼？難道說這世上真的有神仙嗎？父皇，這些荔枝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如果不是神仙，兒臣怎麼可能弄到這麼新鮮的荔枝呢？是啊，如果不是神仙，誰能跨越千里摘到新鮮的荔枝呢？父皇，兒臣還從那位先生那兒得到了可以用於賑災的糧食。此言當真？當真，父皇。目前已經有500擔，就放在兒臣府上，並且那位先生說，每天都可以提供500石。好啊，好啊，真是天佑大夏！皇兒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感謝那位先生。父皇，兒臣正想跟您說，那位先生喜歡文玩一類的東西，兒臣知道父皇好東西多，想跟父皇討要幾件，報答先生。是該報答。那你去朕的庫房裡找找，速速送與那位先生。明天就把這幾個也拿給林老爺子看看，再賣給他一件，把銀行貸款還清，這樣一來就可以專心搞事業了。咦，又來人了，還以為今天不會有人了。好像還是個外國人，不知道能不能聽懂中文。你好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嗎？這是哪兒？啊，這是我的雜貨鋪，你有什麼需要的嗎？有吃的嗎？我餓了好幾天了。你看看這些東西有沒有你想吃的？呸呸呸！什麼東西？這真的能吃嗎？這個包裝袋是不能吃的，吃裡面那些一片一片的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從來沒吃過這種好東西。慢點吃，沒人跟你搶。這些我都可以吃嗎？可以，你隨便吃，想吃多少都行。好飽啊，好久沒有吃這麼飽了。你是多久沒吃過飯了？好幾天了，不過像這次一樣吃得這麼飽，還是100多年前的事了。100多年？你現在多大了？420歲。怎麼了？420歲，我的天哪，這個女人不是一般人啊！那為什麼你420歲了還這麼年輕啊？你在說什麼啊？400多歲本來就很年輕啊。
那你多大了？我今年才24啊。24？你还没成年吗？咱俩不是一个地方的，習俗可能不一樣吧？你們那兒的人平均壽命多少啊？什麼叫平均壽命？就是一般正常是多少歲才死？差不多1000歲左右吧。天哪，1000多歲，這也太了不起了。那你們的壽命為什麼這麼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過一直都是這樣。那你們那邊有什麼神奇的東西嗎？我可以用吃的跟你換。這個葫蘆裡裝的是靈狐的水，這個水可以治病。治病？治什麼病？我也不知道，不過族人們生病了都是喝這個的，喝一口就好了。可以給我一點嗎？我用零食跟你換。這些都給你了，就當換你剛剛那些吃的。那你這些還多嗎？我可以用更多好吃的跟你換。靈狐很大，你要是想要，我可以給你拿。不過我想換一些肉。沒問題，只要你能給我拿這些水，要多少肉都可以。我還有覺醒石，可以讓人覺醒，你要換嗎？覺醒？什麼是覺醒？這就是覺醒。這是超能力吧？那我是不是也能變得可以控制火？不一定，每個人覺醒都是不一樣的。我也不知道你會覺醒出什麼能力。我叫李鳳笑，你叫什麼？我叫莉莉亞。好，莉莉亞，要是有覺醒石的話，我給你換更多的肉。感覺身體前所未有的舒服，視野也變得清晰了。這還真是好東西。爺爺，你別轉了，這都一早上了。一早上了，你說鳳蕭怎麼還不來呢？哎呀，誰會一大早就過來啊？喂喂，你說誰呢？鳳蕭啊，你終於來了。可不是嘛，你再不來，我爺爺就快急死了。老爺子，看看這些東西和昨天的有什麼區別吧。好啊，好啊，這些全都是官窯的，而且看樣式和昨天的比起，甚至可能是同一批製造的。還真讓你猜對了，這些真就是同一批的。老爺子，這些給你聚寶齋去展覽，夠分量嗎？夠了，太夠了。那就好。既然這樣，那我還有一件小事。你又想幹嘛？我想把這些賣一件，畢竟我還有銀行的貸款要還呢。鳳蕭，賣給老夫吧，務必要賣給老夫啊！既然老爺子願意收，那就挑一件吧。呵呵，好，好啊，那就這個硯台怎麼樣？老夫出400萬如何？好啊，那這個硯台以後就歸老爺子了。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。李先生，您來銀行有什麼事嗎？我是來辦理還款的。原來如此，那請問李先生需要辦理分期嗎？不用，我資金已經周轉開了，直接還全款。李先生，那可是280萬啊！您這麼快就周轉開了？對，我具體要怎麼操作？您稍等，我去給您拿合同。您看看這份合同，上面所有的注意事項都寫清楚了。好，沒什麼問題。既然這樣，您直接拿銀行卡就好了，我去幫您刷賬。好了，李先生，您可以確認一下賬戶。好，麻煩你了。爺爺，你留下的爛攤子我已經清理乾淨了，接下來就是發家致富的時候了。李鳳蕭，東西送過來了，這次往哪兒放啊？也放到院子裡。還放那兒？到時候往出搬可麻煩啊。沒關係，你只管放就好了。幹活了。怎麼可能？昨天才送過來的25噸米，今天怎麼一點不剩了？怎麼了，王天風？有什麼問題嗎？
没有問題。你們幾個動作快點。這家伙應該是被嚇到，不過也正常。昨天才堆滿的院子，今天就空了，換誰都會嚇一跳。明天還是這些量，我等下給你轉錢。他到底想幹嘛？買了這麼多米，關鍵是他一個人是怎麼運走的？他要是自己能聯繫上人和車，就不會找我來了。怎麼了？不能幹了嗎？幹，我幹。好，明天不用找裝卸工了。不找裝卸工，難道你要自己卸嗎？這你不用操心，錢我一分不會少你的。行了，沒你們事兒了，都走吧。他們都走了，你還留着幹嘛？我想跟着你幹。跟着我幹？你知道我是幹嘛的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一個普通大學生絕對不可能這麼快湊到80萬，也不可能有錢買這麼多糧。所以你就想跟着我了？你都快40了吧？跟着我一個20多歲的人，不丟面子嗎？面子都是次要的，我感覺你肯定不是一般人。老板，你就收下我吧。好像找個人辦事也不錯，有些事讓他出面也好解決。好啊，跟着我可以，不過不該說的別說，不該問的別問。老板放心，以後您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，絕對不多說一句話。剛好，現在就有個事兒讓你辦。你會註冊公司嗎？會，老板，這套流程我熟。那就行。你去註冊個公司，以後就以公司的名義買糧。沒問題，老闆，我現在就去辦。發生什麼事了？怎麼毛毛躁躁的？爸，我安排的人剛剛說，聚寶齋擺上了一個硯台。一個硯台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咱們藏真閣又不是沒有。爸，不一樣啊！據說那個硯台是以前官窯的。不可能，官窯，整個榮城也找不出一件官窯的東西來。他凌家怎麼可能會有？不知道。不過小飛已經去查了，到底是不是官窯，很快就知道了。爺爺，這2天人也太多了吧？呵呵，這不是很正常嗎？畢竟以前全榮城都沒有一件官窯的瓷器，咱們這兒可是獨一份，大家當然想看一眼。顧飛，你怎麼來了？你想幹嘛？我可是客人，你們聚寶齋就是這麼待客的嗎？你算什麼客人？黃鼠狼給雞拜年！我聽說你們這兒有一件官窯的硯台，想來飽飽眼福，怎麼不讓看嗎？對，就是不讓你看，怎樣？微微，不能這樣。顧飛既然來了，那就是客，咱們聚寶齋沒有區別對待的規矩。林老爺子果然大度，放心。我就只是來看一眼，其他什麼也不會做。趕緊看，看完趕緊走。居然真的是官窯的。小飞，怎麼樣？查出來了嗎？確實是官窯的硯台。這2天聚寶齋的人特別多，都是為了看一眼那個硯台。可惡！為什麼這種好事全讓凌家碰上了？榮城怎麼會突然出現官窯呢？會是誰帶來的？爸，我感覺應該還是那個李鳳笑。對啊，之前的鎏金嵌玉杯和佛像，還有這次的硯台，全都是一個年代的，他手裡肯定有。小飞，你上次沒跟他談妥嗎？上次他只說會考慮，沒有給我詳細的回復。爸，讓我去吧，我一定會把東西帶回來的。哥，不能對他動粗，萬一得罪了他，那咱就徹底沒希望了。区区一個沒背景的大學生，有什麼好怕的？他要是乖乖把東西送上来，我還能給他出個好價。他要是不識抬舉，那就別怪我。先生，多虧了先生，河西的災民才能有一線生機。这些禮物，請先生收下。那就多謝2位了。先生的手段真是驚為天人。莉莉亞怎麼還沒來？我可等着她給我送超能力呢。莉莉亞，你終於來了。東西都在這兒了，你看看。
這個就是覺醒石，我來幫你進行覺醒吧。這個覺醒複雜嗎？很簡單的，只要我用我的灵力激活石頭就行了。就算没有灵力，你把石头带在身上，过几天也会觉醒。那会不会疼啊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那開始吧。這樣就好了嗎？嗯，馬上就好了。好了。這就好了嗎？確實感覺身體變得輕盈了，但是超能力呢？你去感受自己的大腦，裡面有個光點，那就是你的能力。這就是我的能力嗎？好像是閃電啊！你快試試。好快，我這能力好強啊！好了，你要的我都給你了，那我呢？我要的肉呢？你等着，我去給你拿。這些都給你，你看看還有想吃的零食，隨便拿。謝謝你，你真是個好人。我這是被發好人卡了嗎？你拿這麼多，怎麼拿回去啊？你看这個。这個口袋和我的魔方差不多啊。剛剛看他從裡面拿覺醒石，還以為就是個普通的口袋呢。你們找誰啊？你就是李鳳霄？是我。你是哪位？我是顧雲，聽說你手裡有不少寶貝，我出高價全收了。顧飛是你什麼人？那是我妹妹，別說那些沒用的，快，你所有的東西我全要了，你開價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暫時沒有賣東西的打算。請回吧。老子給你臉了是吧？今天你必須賣，而且只能賣給我顧家。那我要是不賣呢？你怎麼辦？你還打算明搶不成？你最好想清楚，我顧家想捏死你，就跟捏死一隻蟲子一樣簡單。我想清楚了，不賣，或者說不賣給你。李鳳笑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。老子再說最後一遍，把東西拿出來，我還能給你出個好價錢。你真的很蠢。本來如果是顧飛來的話，賣他一件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你這個蠢貨，別想從我手裡拿到一件東西。好，你有種，愣着幹什麼？去給他點教訓。正好，試試我的能力現在有多強。怕什麼？你們一起上！好強，我感覺已經無敵了。別過來，你別過來！別亂動，接下來這招我也是第一次。把你們這個廢物帶走，告訴他，再敢來惹我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。鳳笑，你現在能來一趟聚寶齋嗎？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嗎？榮城官方的人來了，說是要商量博物館的事兒。爺爺說讓你也一起過來。好，我馬上就到。張主任，這次這幾件官窯的瓷器都是那個叫李鳳笑的年輕人送來的，人家也願意把這幾件放在博物館展覽，那就最好不過了。那個年輕人什麼時候能來啊？微微剛才已經聯繫過了，應該很快就到。張主任，這位就是李鳳笑。鳳笑，這位是官方負責人張主任。張主任，你好。你好啊，年輕人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張主任過獎了。鳳笑，我也這麼叫你可以吧？當然當然。鳳笑啊，你的那幾個瓷器我都看過了，都是很有價值的東西。這樣的東西考慮到其稀有度，我覺得放在博物館裡才是最好的，你覺得呢？張主任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哈哈哈哈哈！鳳笑，別誤會，我是想問問你有沒有出售其他東西的想法，如果有，
請你優先考慮我們古物管理中心。這樣的東西不只是值多少錢，而是其具有的研究意義。當然，我也了解到這是你爺爺的遺物，不願意出售，我也可以理解。我希望在榮城博物館建成後，你的那些東西可以在一些活動日展覽展覽。沒問題，張主任，展覽完全沒問題。而且，如果古物管理中心確實有需要的話，可以挑選幾件，我可以賣給你們。怎麼樣啊，張主任？老夫沒說錯吧？鳳笑這孩子很不錯吧？啊，是啊，林老爺子剛剛一直在誇你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在林老爺子這兒風評這麼高呢。鳳笑啊，聽說你也想開一家古玩店？是的，我爺爺一直都想開一家古玩店，但是一直都沒開起来，所以我想完成我爺爺的心願。好孩子，真是有孝心的好孩子。林老爺子已經幫你準備好手續了，那我就幫你選一家鋪面吧，剛好十字街那邊就有家合適的。太感謝张主任了。不用不用，我也只是順水推舟。怎麼樣，鳳笑，以後這家店就是你的了。這下好了，以後就把東西放在這兒，剛好可以讓王天風在這兒給我看店。張主任，這次真是多謝你了。喂，就不謝謝我嗎？你这家店的手續都是我給你搞定的呢。是，也謝謝微微。鳳笑，給這家店起個名字吧，老夫好找人定做牌匾。起名字什麼的最麻煩了，就叫萬千樓吧。萬千，大象萬千，好啊，好名字。那就恭喜萬千樓順利開業了。爸，那個李鳳笑不是人，是妖精。你在胡說什麼？真的，他一下就把我帶的那些人全放倒了。那也就是他能打一点，跟妖精有什麼關係？他把手放在我身上，讓我感覺就像被电了一樣，直接就倒了。真有这麼邪门？爸，出事了！官方负責人张主任去聚寶齋了，這次榮城博物館恐怕要被林家拿下了。就給他們吧，那個李鳳廟就是個怪物，咱們惹不起啊。哥，你這是怎麼了？你哥去找李鳳笑，態度有點差，被李鳳笑收拾了。什麼？哥，我不是說了不能跟李鳳笑起衝突嗎？你哥說李鳳笑不是人，你上次跟他接觸，有沒有感覺有什麼不一樣的？不是人。太子和王忠送來的那些東西，暫時還不能全擺上去，要不然讓別人看見多少是個麻煩。老闆，事兒全都辦完了。都辦完了？這麼快？是的，老闆，公司定的是物流貿易方向，掛在我的一個親戚名下了，就算出事兒，也絕對不會牽連到你。我又不是做非法生意的，會出什麼事兒？老闆說的對，但是該謹慎的時候還是要謹慎。你想的還挺多，以後要是沒什麼事，你就幫我看着這家店吧。老闆，咱店裡什麼都沒有啊。我等下會送2件古玩過來，就當是撐個門面了。老闆放心，有我在，店裡不會出任何事兒。我相信你。之前沒跟你說過工資的事兒，你覺得我給你開多少合適？老闆，這些都是您說了算。你之前給人放高利貸，掙得不少吧？也沒多少，關鍵是我是真的需要錢，所以我看出老闆您不是一般人之後就想跟着您。需要錢？你怎麼了？我姑娘得了絕症，醫生說現在是早期還能控制，要是發展到晚期，那我姑娘就沒救了。所以你想要錢是為了給你女兒治病？是。要是我能把你女兒治好呢？老闆，要是您能治好我姑娘，那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你讓我往東，我絕不往西。你也別太激動。不過你怎麼確定我能治得了你女兒呢？老闆，就我對您的觀察，您絕對不是一般人。您既然敢說，那肯定就有把握。老闆，求求您，救救我姑娘。先起來，我確實有個辦法，但是不確定能不能行。你也別抱太大的希望，畢竟是絕症。老闆，您試試吧，不管行不行，您都是我的恩人啊。那我試試看，不過我還得準備點東西。沒問題，老闆，都聽您的。李先生，我哥哥之前打擾到你了，我替他給你道歉。沒事兒，他以後長記性了就好。李先生，我聽說你手裡還有官窯的瓷器，真的不考慮我們藏真閣嗎？我可以加錢的。不是錢的問題，有幾樣東西我已經答應了張主任，
要送去展览了，還有幾樣要賣給古物管理中心做研究。青铜器你要嗎？青铜器？什么样的青铜器？墨床、水滴、笔架、镇亭、印盒，一整套的。成套的，你真的愿意卖吗？反正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如果你真的想要，我可以卖给你。太感謝了，李先生，能带我看看东西吗？正好，我们现在也要回去一趟，你跟着一起来吧。就是这些了，你看看吧。真的是成套的，这价值可比单个的高多了啊。怎么样，你打算出多少钱？这一整套我出600万，可以吗？行，就600万，钱打在这张卡里就好。李先生，钱打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收到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还有其他事。这次真的很感謝李先生，我就先走了。走吧，咱俩去医院看看你女儿的情况。好。刘医生，我姑娘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女儿的病情控制得很好，不会恶化的。瑶瑶，别担心，爸爸找到给你治病的办法了，你很快就能好起来了。爸，我没事，你也别太拼了。最近又没好好吃饭吧，都瘦了。没事儿，爸爸没事儿。老板，拜托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姑娘。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办法？王先生，你最好不要被什么江湖骗子给骗了。你说我是骗子，那我问你，你能治好他的病吗？王瑶得的可是绝症，现在能做的就是控制病情，防止进一步恶化。既然你没办法根治，那为什么不敢让我試試呢？讓你試，你學過幾年醫啊？4年，榮成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。原來是個剛畢業的。我可告訴你，要是出什麼問題，我們醫院可不負責。王先生，你最好想清楚，別到時候出了問題，你再來找我們醫院的事兒。老板，現在要怎麼做？您說吧。王天風，接下來看到的事不許對外說，明白嗎？您放心，今天發生的事不會再有第3個人知道。把他扶起來。有什麼感覺嗎？我感覺好多了，胸口也不疼了。那就是有效果，待會兒先去檢查一下，看看具體情況。好，我現在就帶瑤瑤去。這怎麼可能？怎麼了，醫生？瑤瑤身體不對嗎？她身體裡的陰影居然都不見了，那是不是說瑤瑤已經好了？我也不能確定，這種情況我還是第一次見。最好再去做一個血液檢查和病理活檢。好，我現在就去。怎麼樣了？老闆，謝謝您，謝謝您，瑤瑤的病好了。瑤瑤，快給老闆跪下。不用不用，不至於，病好了就行。老闆，要不是有您，瑤瑤還指不定怎麼樣呢。瑤瑤，快謝謝老闆啊。謝謝哥哥，多虧了您，我才能繼續活下去。小事小事，不過以後要是有人問起來，你該怎麼說知道嗎？我就說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的，但是就是好了。奇蹟，這簡直就是奇蹟呀！你是王先生，這位是我們醫院的吳院長，聽說王瑤好了，特意過來看看。王瑤啊，你現在感覺怎麼樣？感覺和以前沒生病的時候沒什麼區別。那你知道你是怎麼好的嗎？不知道。院長，這個人剛剛說能治好王瑤，是你把王瑤治好的嗎？肯定是他，他一來王先生就說他有辦法治王瑤的病。王先生，是真的嗎？不知道，我就是一個剛畢業的醫學生，不會治病。肯定是他，
你有這種治療絕症的方法，就應該拿出來造福更多的患者。你是想造福患者，還是想用這種方法扬名？你出去。小兄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这种方法可以普及的话，那么所有的绝症患者都有救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来只是找王瑶聊聊天，想让他心情好点，没准真的是有奇迹发生呢。再怎么奇迹也不可能让一个患者直接就恢复，哪怕是早期的患者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不懂这些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他不卖给我？你一去他就卖给你了，你俩不会有什么关系吧？你但凡跟他好好说话，都不至于被人家打一顿再丢回来。你想想，人家家里有这些好东西，以前肯定有点背景。你去耍地痞流氓那一套好使吗？小飞说的对，我就是把你惯得太厉害，让你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了。正好这次的事儿也给你长个记性。虽然咱家现在有这些了，但是恐怕还是争不过林家。不能吧？林家的聚宝斋不是就只有一方砚台吗？但是李凤笑说，他答应了古物管理中心的张主任，会拿出一些东西展览，还会卖一些给古物管理中心。该死！要是咱们早点认识李凤笑，就轮不到林家什么事儿了。顾云在吗？我们有些事儿要问他。什么事啊？这里不方便说，跟我去车里吧。你最近又惹什么祸了？没有啊，我最近就待在家里，哪儿也没去过。顾先生放心，真的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，很快就好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但是就见过一次。你身上的伤是他打的吧？你觉得李凤笑他是人吗？你也怀疑他不是人？什么叫怀疑？上次我带了好几个人去找他，然后被他2下就全放倒了，而且他还什么？他还会放电。放电？你确定吗？他就把手放我身上，我就感觉浑身都被电到了。你看我肩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不要告訴其他人，你回去吧。都聽見了吧？古玩店已經搞定了，回頭分批次的把太子給我的東西賣掉，那我就發財了。可惜啊，爺爺，你要是晚走上1、2個月的，沒準莉莉亞那邊有東西能讓你多活幾年，享享福呢。李鳳笑是吧？你好，我是特勤處的處長楊修，有些事兒想找你了解一下。看來是被官方的人盯上了，請進吧。請問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嗎？李鳳笑，王天風的女兒王瑤是你治好的吧？長官，你在說什麼呢？我就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，要是有這本事，那我不早就進了大醫院上班了。你現在也不差呀，靠倒賣古玩，存款已經有近1000萬了。那都是我祖上傳下來的，要不是沒錢，我也不會賣啊。李鳳笑，你最好老實交代，要是沒有證據，我們不會來找你的。你說話就好好說，拍什麼桌子？就你聲音大呀？不好意思，這位是副處長張魯，他性格有點直。沒事，能理解。你搞清楚狀況，現在是我們在問你，問什麼你就答什麼，別想着隱瞞。你那麼大聲幹嘛？人家又沒犯法，不會好好說不是？一個唱紅臉，一個唱白臉嗎？挺經典啊。我們從顧雲那邊了解到，你好像有一種放電的超能力，可以解釋一下嗎？這個我真的不清楚啊，突然就有了，我也很奇怪。那你可以展示一下嗎？大概就是這樣了。沒了嗎？沒了，就只能出現這種。一開始我還有點害怕，慢慢的就發現這好像還挺帥的，不過沒怎麼用過，要不是顧雲帶人找茬，我也不會用。那王瑤的病情是怎麼解決的？這個我真的不知道。好吧，那我們就先走了，以後要是有什麼事兒可以打我的電話。那小子沒說實話。我知道。那你還攔着我幹嘛？人家又沒犯法。咱來問個話已經是極限了，你還想幹嘛？把人抓回去關着？不然呢？咱不就是幹這個的嗎？你快醒醒吧！知道人家可能有危險能力，還要惹人家，這不沒事找事兒嗎？那你說怎麼辦？就這麼放着不管了？不急，慢慢來。我看這孩子也不像壞人，一點點接觸唄。還愣着幹嘛？開車啊！
既然已经暴露在官方视野中了，那就干脆赌把大的。要是我的价值够大，说不定以后还能被官方罩着。来了，会是谁呢？李凤笑，我又来了，快给我吃的。莉莉娅，你先下来，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吧。莉莉娅，你们那边的世界还有没有别的能治病的东西了？有啊，有好多呢。你想要的话，下次我给你带来。好，那个觉醒石呢？一个人只能觉醒一次，所以拿多了你也没用。不过要是你想要，我下次给你带着就行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多亏了你送的肉，我的族人才能吃饱饭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你把这些拿走，下次我再给你准备。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对，都是给你。瑶瑶，怎么是你？你爸爸呢？凤笑哥，我爸他去买米了。那你怎么在这儿干活啊？不用上学吗？我生病之后就休学了，现在功課落下了好多，所以就不想上學了。不上學怎麼行？別人這個年紀都已經上大學了，你不上學以後怎麼辦？我也給鳳笑哥打工好不好？你現在什麼都不會，我要你也沒用不是？還是先上學，大學畢業了再出來跟着我幹。爸，我要上學。姑娘，你終於想通了，你現在就該以學業為重。老王，今天的米買好了。老闆，都搞定了，我直接聯繫了糧商，讓他們把米送到咱的物流倉，每天再讓人從物流倉往您家裡運，這樣咱還能省一筆錢。錢倒不是問題。老闆您放心，我找的那些人都是信得過的，一點問題都不會有。這段時間沒什麼事兒就待在店裡吧，別亂跑了。我得處理點事兒。老闆，什麼事兒？我幫你。你還是先把瑤瑤上學的事解決了吧，我這邊不用你操心。是。李鳳笑，你要的東西我找來了，你快看看。你看看，這些都是能治病的。這些東西都能有什麼作用啊？不知道，這些東西太多了，我記不住。不過這個上面寫的有。這些東西功能不進駐，這麼全面嗎？內外傷、疑難雜症居然都有對應的草藥。不知道，我沒生過病，平常喝靈泉的水就夠了，用不着這些。這些覺醒石也給你。莉莉亞，你真是幫大忙了。這些你先拿着，有需要了就隨時來找我。李鳳笑，你太好了，要不然我嫁給你吧。不至於，不至於。要是你想報答我，以後就多幫我找些這個草藥就好了。看來這些草藥全都是針對性的，不過效果不如靈泉。這樣的話，可以把一些草藥送給官方，賣個人情。又有人來了，這個看着像是個現代人啊，他長得好白啊，就是看着怎麼裝裝。我不覺得我裝，我一直都是這樣的。他會讀心術？會一點，但是會的不多。你到底是什麼人啊？名字的話，你可以叫我阿斯莫德。阿斯莫德，阿斯莫德，好耳熟啊！我在哪兒聽過來着？
你是72柱魔神之一的欲望公爵？你知道我呀？何止是知道，我这小地方怎么就来了你这么个大人物呢？那你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就是随便逛逛。不过你这地方也真够可以的啊，居然能连通各个世界。也还行吧，和你一比，属于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既然你这地方能连通各个世界，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故事吧？给我讲讲怎么样？讲故事没問題，不過我現在還沒怎麼了解過其他世界的故事。等我收集幾個有意思的，再給你講怎麼樣？好啊，那就說定了。這個就當是故事的預付款吧。這是什麼東西？你不是馬上要和官方打交道嗎？這個東西可以讓你隨時回到這個地方。瞬間移動，這麼厲害嗎？有了這個印記，這個地方就只屬於你一個人，別人就搶不走了。真不愧是欲望魔君啊，一下就能看穿我的想法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下次再見吧。看來我有了和官方談判的底氣了。喂，誰啊？鳳笑，博物館的事定下來了，你也來現場看看吧。好，我馬上就到。博物館既然定下來了，那我也可以準備和官方進一步接觸了。你終於來了，就等你了。這博物館真大啊，而且裝潢好復古。畢竟是歷史古物博物館，當然不能和其他的一樣。呵呵，怎麼樣，鳳笑，這個設計很棒吧？確實很讓人眼前一亮啊。鳳笑啊，你看這個博物館既然已經定下來了，那咱們之前商量的那些東西是不是也可以送來了？張主任還擔心我會賴賬嗎？不是那個意思，主要是咱古物管理中心那些研究員一直在催我。我也想着早點見識見識你其他的那些寶貝啊。放心吧，我今天就讓人把東西送來。鳳霞，那咱們可說好了啊，今天就送來。張主任，鳳笑都這麼直接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得爽快一點呀？放心吧，我早就把財政那邊的審批搞定了，就等鳳笑點頭呢。報告，李鳳笑又有動靜了。他又幹什麼了？他往古物管理中心送了幾個古物，好像是青銅器、瓷器之類的。那不用管，讓你們盯着他，是看他還有沒有自己的能力的。老張，你別總是這麼急躁，人家又不是什麼壞人，多接觸接觸，總是願意配合咱的。你老說不急不急，你看看這麼多天了，他聯繫過你嗎？要我說，人家根本就不打算配合，他要是會聯繫你，我給這電腦吃了。楊處長，有時間嗎？咱們見一面吧。好啊，什麼時候？明天早上怎麼樣？就在我的萬千樓。沒問題，那就明天見。聽見了嗎？你的意思是安排人埋伏嗎？不是，我是問你需不需要蘸醬油。瑤瑤，今天怎麼又不去上學了？今天是周末啊，鳳德哥。這搖椅躺着確實舒服啊，怪不得每次看見微微她都是躺着呢。歡迎光臨，二位有什麼需要嗎？我們倆和你老闆約好了的。瑤瑤，讓他倆進來吧。李先生怎麼想起來找我們了？是有什麼話想說嗎？李鳳笑，想清楚了就趕緊說，別浪費時間。又顯着你了，就你會說話是吧？邊上待着去。二位先坐吧。張副處這是怎麼了？沒事，
電腦吃多了不消化，不用管它，咱倆聊就行。楊處長，之前關於我放電的能力，我稍微隱瞞了一點點。多大一點點？大概這麼多吧。剛才如果他有殺心的話，我和老張應該就完了。從現在開始，你不許說話，要不然你就出去。你這能力很強啊。還好吧，畢竟是控制雷電，強一點是正常的。李鳳笑，你願不願意加入我們特勤處？不需要強制你做什麼，只要掛個名就好。加入特勤處對我有什麼好處？事實上，特勤處有一些人跟你是一樣的，都擁有一些超能力。果然这個世界也是有能力者的嗎？還好之前比較低調。不過現在有阿斯莫德給的印記，也不用擔心危險之類的了。那些人也是和我一樣後天擁有的能力嗎？不全是，有些是天生就有的。特勤處建立的目的就是收攏這些能力者，一方面確保他們不會利用自己的能力作亂，另一方面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會讓他們出動。我加入的話有什麼條件嗎？沒有條件，只是要確保你不會濫用自己的能力，造成社會動盪。那執行任務呢？你的能力很強，但是正因如此，不能隨便讓你使用能力，所以不到萬不得已，不會讓你動用能力的。也就是說，我什麼都不用做，只享受福利就好了。是的，你怎麼想？那我加入。好，稍後我會讓人把制服和身份牌送到你家裡，還有一部特殊的手機用於聯繫，需要你隨身攜帶。沒問題。還有別的事嗎？沒有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剛剛那個能力，他是怎麼做到的？還好他沒有惡意，恐怕他的危險程度還需要再進行評估。咱們也走吧。這個能力還真好用，本來還想着拿些草藥和特勤處交易呢，沒想到自己反倒被招安了。也不知道爺爺這些奇妙工具是從哪兒來的，我也想要這些神奇道具啊。宿主是否需要購買新的快遞盲盒？誰在說話？已經為宿主下了新的盲盒訂單，請宿主注意查收。你是萬界雜貨鋪，你會說話？是的，我是萬界雜貨鋪的主控程序，我可以和宿主進行交流，並且幫助宿主控制萬界雜貨鋪的開業時間以及定向接待客人。既然你会說話，為什麼從來沒跟我說過？宿主從來沒有主動和我交流過，所以默認宿主不需要交流。等等，你剛剛是不是說了開業時間？是的，宿主可以自主選擇萬界雜貨鋪的開業時間。好啊，這下我就不用天天都等到半夜了。雜貨鋪現在就開業，找個沒來過這兒的新客。收到指令，萬界雜貨鋪開始營業。歡迎光臨萬界雜貨鋪，